好多人都说新加坡没有文化，好多年轻人都觉得新加坡很 boring。家跟一条街是个很普通的事情，我们通常是没有会想到我们的家，我们所住的地方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很丰富、很复杂的细节。我自己的硕士学位是城市学，所以就是有想出不同方式去研究记录城市的变化。我相信一条街呢就能够就是代表着整个城市非常完整的这结构，城市的文化。Waterloo Street 是我在新加坡最喜欢的一条街。观音堂后面是一逼，是我刚才也看到。有一边我也刚才拍了一个屋檐。肯定你就从观音堂来谈一下整个Waterloo Street的一个多元性。这边这个观音堂前面的地方呢，我觉得是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它的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人气灵气都很旺。那是因为就是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非常历史性的庙堂，有观音堂，还有这个 Sri Krishna 的印度堂，两个就代表了这种新加坡的多元信仰的和平。然后呢，这里呢也是怎么讲？它的气氛，它的感觉非常的真实，没有那么规划性。前面就看到一些卖花、卖香等等的，可是，在我们周围呢，也看得到其他的比较典型的、比较传统的一些卖药啊、卖那种东南亚的不同的就是种类的一些事物的一些小小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种气氛在新加坡市中心很难找到。如果说这一部分是观音堂跟那个印度庙前面代表着好像是新加坡那种以往，那这条路的中间呢，我觉得代表着新加坡现代的那种建筑风格呢，是讲究那种对称。我好喜欢那种我们在走路当中，突然间就是有一条交叉口，你转过去看到一种非常那种叹为观止的景观。再一次就是有传统跟就是当代的设计风格，前面是 St. Joseph's 天主教堂，后面就是国家图书馆。然后这里滑铁卢中心虽然还是有很多比较传统的一些企业，比如当铺等等的，可是如果走进去的话，你也可能就是看得到一些比较给年轻人比较酷的一些咖啡店啊、酒吧。所以这里也是有一点点的那种 gentrification， 就是中等阶级化。这条街的这边过后呢，就代表着新加坡的未来，因为左边是以前的新加坡美术馆，呈现的是超当代的艺术，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那种典型的办公大厦。前面就是 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既然是大学，就代表着我们新加坡的年轻人，新加坡的未来。看这边下去呢，也是看到一整片的这种绿荫，我觉得也代表着我们新加坡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品牌。所以从那边走过来，真的是把全部的那种新加坡的，无论是精神啊、品牌啊、故事啊、消遣啊、身份认同，全部都包含了在短短的一条街上面。从纽约回新加坡的时候呢，我的动机是我发现我自己本身对东南亚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在新加坡，如果你不读历史的话，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学到东南亚的什么历史文化。所以我自己觉得回去新加坡的时候呢，就必须去好好的了解东南亚，可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它，而我的方式是需要去亲自的去体会，亲自的去拍摄这些城市。每个月我需要去一个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或者是首都，刚好全部的东南亚的我觉得重要的很有历史风格的城市或者是首都呢，都是港口城市。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其实这些港口城市的面貌跟新加坡非常的相像。前年就去了蒙巴萨、zan格巴尔这些斯瓦斯里港岸的一些港口城市，他们的文化吸收了马来、印度、欧洲的文化，跟这个当地的这个非洲文化就融入了。非常就是让我非常的这个 surprise 的是，他们的食物其实跟我们在这里这一带的马来食物有点相像。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像 nasi lemak 的用椰汁做的米饭，他们的那个烤鱼 grilled canggu 其实是一个烤鲷鱼，我们这里也有。他们有那种鱼做的咖喱，他们也有阿扎，就是腌菜等等。发现他们这个语言里面有一些词汇也跟马来的词汇很相像啊，那是因为就是1000多年中，马来地域跟这个东非都有贸易上就是移民上那种关联。果啊，他们的跟新加坡的关联其实是挺浓的，因为我们新加坡也有欧亚裔。我记得在小时候有一些欧亚裔的朋友，他们是印度的欧亚裔，他们的家族呢大概是可以追溯于果啊，所以好多的典型的果啊的食物我们这里也有，比如说他们的 bebinca， 我们这里有那个龟宾卡。这个跨文化性的本质跟新加坡的这种跨文化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每一个港口城市的时候呢，最令我开心的是找到这种关联性跟新加坡有关的不同的小小这种文化的元素。我们长大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新加坡没有文化，国家历史很短。我们是唯一一个又是国家又是港口城市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那独立呢，就能够让我们保持我们自己那种传承。你看，就是雅加达，他们就被他们自己的比较大的一个国家收回了，变成就是印尼的国家的那个很重要的城市。以前就是比如说欧亚人都已经都离开。现在香港、澳门因为就是返回中国，有了比较就是中华的那种性格，那特别是欧洲的那种性格，可能也会渐渐的比较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没有好没有坏的，就是一个现象。所以说，我们对新加坡，我们还是自己的国家，我们的自己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本质包括得很好。我觉得在整个世界，我们其实是挺独特的。在就是做自己的研究当中呢，也是发现说，其实港口城市因为是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那些科技，都会先在港口城市被港口城市的比较开放的一些就是城市的居民去运用。我自己觉得那个港口城市的兴衰呢，本身是因为开放，会自己的进步、自己的争取去追求新的科技。另一种想法呢，是我自己觉得海上贸易是不会停止的。你看我们这次新冠疫情当中呢，海上贸易还是在持续着。如果有海上贸易，就会有港口；如果有港口，就会有城市。所以港口城市，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很重要。我另外一计划是希望是能够走遍中东的一些港口城市，再做一本历史性的书。我很久就想写小说，而且就是写小说跟写历史书很不同。这次小说其实在一个很像新加坡，但也融入了就是有一点香港、有一点加尔各答的一个虚构的城市。内容呢也是取我在就是博物馆的经验，所以就是有很多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的家族的那种 conflict。其实去年就是写完了一张稿，去把它寄给了在纽约、伦敦的一些文学的经纪人 （literary agent），全都拒绝了。可是很正常，很正常。有一些就给我一些反馈，
说其实我在叙事、在描述建筑、描述场景这方面非常的好，可是需要多一点这种人物的塑造。我觉得这跟我以前是写历史有非常的密切的关联。对我来说，没有生命的那种东西比较亲切，建筑啊、文物等等。可是人的那种心理动态还是比较陌生，所以在现在就是在修改，是希望能够出书。可是如果就是出不了，那我一直在改编，先回去工作一下子，再回来写吧。